月，2个礼拜订婚之后，在一起之前就可以先试乘。我没有设定他是在哪时候，这变成是需求，好像有点 animal 的感觉。喜欢就可以发生性行为，未成年不行。我是婚后性行为主义者，把第一次留给自己未来的先生是一种尊重。3个月到3年都有。我们的感觉到了我们可以做性行为的时候，就去做吧，应该没有时间的问题。初恋15岁，到目前为止3任。18岁交往2任18岁交往5个，14岁交过2个女朋友，20岁只有1次，18岁3任，15岁8任。高2 17岁的时候是我的初恋，到婚前3个。18岁交过5个男朋友，15岁4任。20岁正式交往是3个。他一定要长得好看，男女不拘。男生用眼睛恋爱，喜欢女生穿短裙、高跟鞋，绝对不能太胖，举止要端庄一点，不能有大男人的脾气，不要什么都是我妈妈说的那种妈宝。可能买花啦，买小礼物啊，或请我吃饭，共吃一份餐点，刻意靠得很近，头啊会不自觉的往我这边靠过来，跟对方讲话的 topic。然后它的内容可以知道对方到底对我没有更进一步的兴趣。3更半夜还会回你讯息，他知道我喜欢高跟鞋，然后他会送我高跟鞋。通常是以身旁的朋友可以做个界定啦。朋友的话可能会说，那要不要你们2个就出去试试看呐？我们一定要说出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才会确认说我们留在一起。他会带着我一起去参加，不管他朋友还是同事啊，还是哪里的聚会，把我介绍给他周围的亲朋好友，代表说他可能已经认定我了。存折跟印章交给我保管，在公开场合十指紧扣，因为就有点在宣示主权，告诉大家，她是我女朋友的意思。带回去给父母看，得到家人的支持，比较能确认后面可不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。除非说我非常非常喜欢对方，我才会主动跟他告白。一般来说，我都是等男方跟我告白，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这样。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滑手机，我在现场都不跟我聊，一直滑手机，我觉得这大忌。他回信息的时候都没有第一时间回我。3不5时就要翻你包包，或是拿你的手机来看。冷战不愿意说话，强调对方的缺点，或者一直让对方吃醋。要求我做的事情，然后自己也做不到。假使说他抽烟，然后但是却要求说你不准抽烟，这件事我就会觉得双标不行。就是不能独处。因为我的父母亲严格规定，我就说你们2个约会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能独处。所以我们约会的地点就除了电影院、公园跟百货公司，其他地方都不能去。那就是2个人读书的时候都是浪漫的，看日落日出啊，去海边搭帐篷。过马路的时候啊，能够做一些保护的动作，比如说搂搂肩啊，亲亲我的手啊。说舒服的话，听舒服的话，做舒服的事情，只要这个事情1天2天1个月之后回想起来是很甜美的，对我而言，这个记忆、这个回忆就是很浪漫的事情。会注意到你喜欢的和记得你喜欢什么，比如说我们一起逛夜市的时候，他会知道我喜欢喝黑糖珍珠奶茶，可能就会帮我买。他喜欢喝那个珍珠奶茶，他一定不能是那种波霸珍珠，他一定是要小珍珠，但是他不会跟你讲他喜欢这个，要透过我自己的观察，能够记得另一半细微的喜好，我觉得是一件浪漫的事。2个人的心契合在一起，其实就是很浪漫。那只要心没有契合在一起，灯光好，气氛佳，我想2个人也是同床异梦吧。要看马斯洛需求层次，首先要满足生存的要求，那就是先选面，再来就是爱。我会排爱，再来面包，再来性。面包跟爱这2个最重要，性的话其次。性很重要，到这个年龄，我们双方都有性生活，就是表示我们双方都非常的健康。面包之前有交往过1任，就是工作薪水差距比较大的男朋友，常常为了钱吵架，所以吵着吵着就没有爱了。刚开始我们2人都有共识，都觉得说爱情是优先的。可是后来因为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，从我们2个有积蓄变成有负债，它这个顺位变成面包会优先，因为有爱没办法
去负担这么大的成本。永远是爱情是第一位了。那是有了爱情，自然就有性。如果两个人有了性关系之后，决定继续在一起的话，就共同努力争取面包了。3个都要，因为没有爱就没办法在一起，没有面包就是生活会吵架啊，没有性就是没有火花。